阿锦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花姐姐，你会跟我走吗？你想回宫里吗？我不想。那你可要想好了，家里不养闲人。明日我带你去后厨教你搬工，怎么样？谢谢花姐姐。好了，放心去玩吧。嗯。父皇，燕公见过父皇。近来燕公习字，颇有心得，所以想让爹爹看看。父皇。我顾燕公持天为师，若有来生，永不生在皇家。黄伯父，妍希，来，坐到伯父边上。陛下，惠王殿下来问陛下安。不见。妍希，小六可有消息啊？这次若不是这孩子，伯父恐难逃一劫。有了。他现在人在哪里？说吧，妍希，伯父受得住。陛下放心，小六他还活着。您常待宫中，难免有些烦闷。我听说皇都中开了一家新酒楼，菜色很新颖。若是您信得过臣，臣带您出去散散心，可好？好，去安排吧。是。我喜欢这个，好，尝尝这个。你把菜我都给拉开一个，这个不让啊，真不错啊。怎么样？人不一不惯啊，胜出了。好香啊！这外面还真是热闹啊！一路走走看看，这眼睛都清明了许多。伯父若是喜欢，以后我便常陪您出来走走。好，哎，长青看到了吧？没有燕西，朕怎么能有这样的福气？这样好的侄儿，还不是郎君您一手教养出来的？哎，妍希，今天除了带伯父尝菜以外，还有其他稀罕东西给我看吗？等伯父用完膳，容侄儿再禀。还会玩心思了啊！这花家确实有些灵巧后辈啊，生计毛得不错，不似那花艺正，石头般又臭又硬。妍希，你之前给我带了花家的点心，今天又带我来花家酒楼，不会尽是巧合吧？因为这酒楼之中，有伯父想见的人。菱格摘挺多呀。哎呦，里根也不错啊。蓉儿姑娘也可以。那咱阿姐，是摘这么长时间就摘了2根啊？能不能好好干活？能不能？那可是小六啊，他怎么回事？六殿下从宫中逃出，混迹在乞儿当中，衣食无着，恰好被花家收留，就留在这儿当了学徒。学徒？就是跑堂的学徒吗？
加一盘豆角，叫他送上来。是。救命！朕还能杀了你不成？什么？离宫几日，连问安都不会了？朕只问你一遍，你是跟朕回去做皇子，还是在这酒楼泡汤打杂？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。你想好再回答，没有后悔的机会。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，放了我，我不回去。也罢，孱弱愚笨之辈，不配做朕儿子，更不配为顾氏子孙。伯父，玉蝶中从此不会再有你的名字。大姐呢？别急，这有药膏，你好好涂，疤都不会留的。妍希，伯父上次说错了，救我一命的不是小六，是你。不管有没有谁看到那根针，能为我为社稷不惜性命的，也就只有你了。黄伯父，不要跟伯父说这些客套话。伯父要赏你，说吧，想要什么尽管提。此次救驾，实非臣一人之功，臣不敢隐瞒。若没有花家收留，恐怕那孩子已经……臣既无法指证献王，也不知道如何令黄伯父苏醒。擒拿献王，也多亏花旗酒楼貌似配合。哎，他们能有这份心，倒确实难得呀。献王为了搜人，烧了花家租赁的宅院，如今妇孺流落，无处栖身。臣想恳请陛下归还其旧宅。天恩浩荡，赏其忠君不二之幸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多谢黄伯父。不过啊，这个可不能算是对你的赏赐，回去好好想想，给伯父写一份讨赏的单子来。是。进去吧，走吧。
社长又回来了。哭什么呀？这是多高兴的事儿！记得上次搬家，你还同我抢屋子呢，怎么这回倒哭起来了？你说如今，咱们一路走来，一个家还没住热乎，就又要走，又要搬到另一个家去。现如今真的回来了，心里却不是那么个滋味。如果老太太还在，她看到该多开心啊！大嫂，只要咱们一家人都在一起，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。如今咱们都回来了，老祖宗在天有灵，一定能看见的。芷儿呢？她不是比咱们早一步来吗？大姑娘放心，那孩子每天都来，陪朵儿坐在最后一排。虽说听不懂，好在有心想学。阿简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学堂，还要请郑先生多费心了。小孩子记性好，楷模不是难事。大姑娘，我听说外头……算了，没事。究竟是什么事情这么难开口，连郑先生也支支吾吾的？我昨日出门，听到街上到处都在议论，说我和白掌柜不明不白，那指明二字便是明正，是不是？那郑先生怎么想？我想着，若大姑娘同那白掌柜果真情投意合，人言也并没什么可谓。唉，啊，你们刚才说什么味儿？说福东做了几个新口味，我叫他拿来给您尝尝。哎，好。姑娘，不好了！听说白掌柜果真带着18担聘礼，骑着马绕城走了一圈，眼下正往咱们家来呢。多谢了啊，多谢了啊！麻袋不要，大砍刀头你就说吧，哪个？多谢了啊！哎，姑娘怎么办呀？他们真来了！多谢了啊！多谢。停。兄台是？啊，这是我家燕先生。啊，幸会，白母无福，父母已先去，今日只得亲自上门提亲。大姑娘，这是婚书。白掌柜，
带着你的婚书和聘礼，滚！我与兄台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拆散我与福东姑娘？福东，嗯。啊，这天儿，恭喜啊！福东，你们二夫人都是福东的错。起来，不是他的错，若真有什么错，也是我的错。大姑娘，我与福东自打擂时相识，后来纸迷楼开起来，我们朝夕相处，彼此钟情。我二人虽有私情，却公私分明，不会牵涉纸迷楼的经营，请诸位放心。福东，你怎么没同我说过？姑娘，福东并非有意隐瞒，只是不知他会上门下聘。他若是不下聘，你就永远都不同我说了。怎么会呢，福东？我一定会明媒正娶你进门的呀！白母之心，天地可见。我若辜负福东姑娘，我愿受刀山火海之苦，永堕畜生道，我不得好死。少说两句吧。我听你的。别来这套了啊！丈夫的嘴，骗人的鬼。我就问你一句，这芷明楼是芷儿和福东辛辛苦苦赢下来的，你和芷儿合本经营，全仰赖福东掌管后厨。那福东进了你家门，这芷明楼岂不变成你白名下的夫妻铺子了？不会的，三夫人。原来夫人是顾虑这个呀。我与福东两情相悦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他若愿嫁，我便与大姑娘重立一份妻子，把我那5成本钱改换成福东的名字，这芷明楼便是大姑娘与福东合本经营。这生意上的事情倒是可以再说，但是这件事要看福东的意愿。可不能再说了。今日若是不成也便罢了，若是成了，得当场立契。好，白某可有心娶你为妻？嗯。秦姐姐，你这几日收到几张八字？也就7、8张吧。7、8个？我怎么只有3张？你还小呢，怎么也着急要嫁？这世上的好男子太少了，总得多收几张，说不定就能找到画本子上那等俏郎君了。先前花家落难时，不光不见提亲的，就连定好的婚约都要退了去。如今不过就是那白名下娶了一个花家的丫鬟，他们倒是回过味来，想起花家的好了。是呀，先前宅子失火的时候，大姑娘差人从院子里抬了许多烧画的金银刻子出来，这皇都里都传遍了。恐怕呀，都是冲着我们花家的嫁妆来的。这福东嫁出去时都上赔了7、8箱的嫁妆呢，还都是全套赤金的首饰，何况是姑娘们。我不管那些，反正如今我也跟着福东姐姐学会做手艺了，能自己养活自己。我就图那郎君够俊俏，够高大，够痴心。灵儿，你听，这小妮子呀，都在说什么不要脸的话？我才不怕呢。你呀，这嫁汉穿衣吃饭，高大俊俏可管不了什么用。譬如咱们的燕先生啦、郑先生啦，他们倒是高大，生的也是俊俏，可是都无父无母，穷得连一间房子都没有。难道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你也肯嫁？我倒没有想那么多，不过，像画本子上那些穷汉，最后不都是会中状元的吗？中状元不就有钱了？祖父不就那样？傻丫头，那你从画本子过去吧。哼。嗯，林姐姐呢？刚刚她不是在这儿吗？这
振志，你站住！你躲什么？你是不是都听见了？闺秀私语，本就不是君子该听的，我并非有意。蓉儿那是童言无忌，晴儿她向来就那样。我替妹妹们向你赔个礼。秦姑娘也没说错，既然无错，何须赔礼？我去备课了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并非所有人都那样想。哎，还真出了奇了！这群小娘子，果真是把酒楼开起来了。是因为白掌柜在呀，这一群未出阁的小娘子，他们能顶什么用？哎，这话不对啊！白明夏先前在云来酒楼那可是劳心劳力的经营啊，照我看，远比不过志明楼如今的兴隆啊。咱们生意人啊，不讲出身，不论门路，只要做得风生水起，我孙香便高看他们。下次记得把托盘的灰擦干净再给客人上。水牌乱七八糟的，等一下整理好。你把这几日账本给我。难不成这便是传说中的白玉财神华大姑娘？郎君认错了，那是迎春姑娘。迎春？哎，是华家的哪一房姑娘？哪一房也不是。她是大姑娘家头一号的丫鬟，您别因为丫鬟二字就看扁了她。这如今花家上下谁不知道，迎春姑娘就是个头一号的女管家，这里里外外全靠人家安排打理呀。是7000钱，900万，还有这儿。三夫人，姑娘，孙记茶行的孙香孙掌柜专程来找您。这酒楼从来没有跟孙记买过茶叶，他来做什么？请他进来吧。芷儿，我娘家从前跟孙记打过交道，这孙记在皇都茶叶行里是数1数2的巨贾啊，常年累月往宫里供茶叶，切不可怠慢啊！迎春，去准备2碗上好的茶来。是，知道了，三婶。哎呀呀，孙某一路过来，府上果真是清雅非凡，不愧为御史门第啊！华大姑娘久仰。孙掌柜谬赞了，花家早已没有御史，何家都是布衣百姓。哎呀，大姑娘过谦了。备了点茶。孙掌柜，请坐。好好好。哎，三嫂，你说那个孙掌柜多大年纪啊？怎么会没有婚配？孙记偌大的产业，在皇都里谁不眼红啊？这些年孙香家里没个夫人，多少人明里暗里的把自己的女儿往他家里送。这事情呢，我是有听闻过的。也未必是什么好人家。瓤子里有没有虱子，谁知道啊？壳子反正是锃光瓦亮了。哎呀，什么时候咱们花记也跟孙记一样，在皇都里开个17、8间铺子就好了。三嫂，你急什么呀？四弟妹，你信不信？这孙掌柜进这扇门，肯定不光为了生意。如今咱们花家的女儿热得像炭火似的，光是灵儿的提亲信，我已经收到30、40封了。这孙掌柜恐怕也是想借这个机会，上门相看一番的。明日我便叫人将3等样品各包1份，
送去指明楼里，请大姑娘品鉴。多谢孙掌柜了。这茶之一到指明楼是后手，还要请孙掌柜多多指教。好说好说。那告辞。那我送送孙掌柜吧。啊，大姑娘事儿忙，不必远送，让迎春姑娘送送我便是。没有想到孙掌柜还识得迎春的名字啊！去指明楼吃过饭的，谁人不识迎春姑娘的威名？那我便送送孙掌柜。好，告辞告辞。姑娘请。迎春姑娘可有说过人家？没想到孙掌柜也有说媒拉纤的兴致，迎春先谢过。你就不问问我想说的是哪家的郎君？哎呦，哎呦，对不住对不住啊！一芳，郎君避且回，没撞坏吧？秦姑娘不在内院陪着姨娘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没事，我来捡就好了，不劳迎春姑娘了。迎春姑娘整日跟着芷姐姐，我可不敢劳烦她大驾。啊，多谢郎君。孙掌柜，前头便是大门了，我再送您一程。好好。秦姑娘，今日可真要多谢秦姑娘，叫我开了眼。迎春姑娘跟着芷姐姐，见识定然比我多得多了。我这成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哪有本事叫迎春姑娘开眼呀？我同姑娘学的头一件事儿，便是不能成日想着只靠男人。我当你今日是吃了火药，原来是看上了那孙掌柜呀。这世上呀，白明下那般的傻男人可不多了，福东那般的傻女人也不多了。我看呀，对着迎春姑娘这样聪明的人，那孙香呀未必肯分你铺子。好啊，我本是想学福东寻个好归处，也没瞧上那孙香，谁料斜刺里闯出一只花毛野鸡来。那我可真得好好看看这孙香好在何处了。你不过就是个婢子，敢同我这样说话？你不过也就是一个婢子生的。你上下8个妾室，要我过去做老九？你都知道了。你先头娘子留下一大一小孩子，你也一字不提。没错，孙某是有意而遇你，因为中意迎春姑娘你的才干，所以想让你给2个孩子做母亲，这并没有什么过错呀。至于房里人多人少，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？只要你能得我欢喜，我房里人多又有何妨呢？3000宠爱于一身，迎春姑娘不是没有听过吗？倘若你不得我心呢，哪怕房里只有你一人，你日子也照样难过。你说是也不是啊？是，你说的对。所以啊，迎春姑娘，莫要怪我。若是换做其他男子啊，连一句真话都不会跟你讲，你也只有过了门以后才知道啊。滚！迎春姑娘，真的就不再考虑一下孙某吗？我考虑你8辈祖宗考虑。姑娘，怎么说？这人嘴里没一句实话。我假装去买茶叶，去了他3间铺子，那管理的是一团乱麻，账面上不止亏空了多少。我还去了他皇都的宅子，问了内宅的情形。姑娘，你的心意我已经明白了，谢谢你。咱们迎春的心窍可总算是回来了。像这样的人，谁愿意同他做生意啊？就是，咱一个子儿也别给他赚。走，对账去。好。看往这儿，往这儿。
御苑重地，敢这里胡闹？谁教你们的规矩啊？奴婢该死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把剑子还给他们吧。赶上这么好的春色，我要是他们这个年纪，我也提。走吧。燕西见过皇祖母。燕西，你看这园中，风物明媚，万物欣欣。可就在今年，我又失去了一个儿子，2个孙儿。皇祖母，但愿您不会怪罪燕西。孩子，我怪你什么呢？生在皇家，就得听天意和圣意啊！你看这座皇宫，是我们的家，却又不是家。你们顾姓子孙是一家人，又并不是一家人。唉，我是只能在这终老了。可燕西，你不一样，你今年20有3了吧？该为自己成个家啦。这皇宫也好，灵王府也罢，到处都是冷森森的，找一个让你暖心的人。怎么？难不成已经找到了？什么事都瞒不过皇祖母。这是我当年入宫时母亲送给我的嫁妆，如今把它交给你。你若选中了哪家的女儿，你就送给她，做个定礼吧。谢皇祖母。